在地府，十殿阎罗各司其职，负责审判亿万亡魂的生死簿。每一位判官都肩负着重大使命，他们的工作就是通过这本生死簿，确认每一位亡魂的行善积德与所作恶事，进而决定他们的去向。而在这个繁杂的制度中，判官们最怕遇到一种亡魂，不生前不吃斋不礼佛，却因一个习惯功德圆满。这些亡魂生前往往没有祭拜过佛祖，也没有修行过什么道场，他们的生活平凡质朴，甚至带着些许不被世人看好的缺点，却因某种看似微不足道的行动或心念，积累了超乎寻常的功德。这类情况最常发生在五殿地府，这里是专门惩治那些不信因果、口无遮拦、行为恶劣之人的地方。然而，正是这种奇怪的功德圆满亡魂，最让判官们感到头痛。有时候，判官们宁愿处理那些作恶多端的亡魂，因为他们有明确的罪状，可以快速处理。但遇到这种因某些习惯而功德圆满的亡魂，他们就不得不重新审查生前的每一言一行，哪怕是最微小的细节，都可能成为决定他们去向的关键。这不仅工作繁琐，还非常耗时。那一天，阎罗王拿着一份生死簿，翻到一页时，眼前的4个字赫然映入眼帘：功德圆满。一瞬间，阎罗王的眉头紧蹙，心中浮现一丝不悦。他深知这代表着又一场麻烦的案件，而自己最怕的就是遇到这样的情况。为什么又是我碰到这种案子？阎罗王低声叹息，一旁的小鬼阿木紧张地望着他，知道阎王大人此时一定很头疼。转眼7月15的地府假期即将到来，那是所有鬼差都期待的时刻，他们可以借此机会去人间游玩。然而，如果遇到重审这种麻烦案件，便无法按时放假，所有的工作都得推迟1年。难道又要重审了吗？阿木吞了吞口水，心中暗自担忧。阎罗王没有回答他，只是抬手示意他赶紧去召集其他判官。很快，4大司的判官、赏善司的包拯、罚恶司的钟馗、音律司的判官以及察司的判官纷纷到达了阎罗殿。看到功德圆满4个字，他们的脸色也微微变了。显然，这类案件对于每一位判官来说，都是一种不小的挑战。上一次还是一位老百姓，生前每一句话都得仔细核对。包拯皱了皱眉，语气中满是疲惫。是啊，生前一点善行都没有，却因为一个偶然的行为，竟然功德圆满，真是让人头疼。音律司的判官不满地咕哝道：“我们这次得更加小心，务必弄清楚那人的每一个细节。”钟馗沉声说道，眼中闪烁着一丝焦虑。阎罗王深吸一口气，拍了拍桌子，声音变得更加严肃：“这次情况特殊，涉及面广，我们必须精确查明每一项证据。我会亲自审问亡魂，你们先去调查，务必详尽。”4大判官领命，纷纷走出阎罗殿，开始了他们的调查工作。而阎罗王则命令黑白无常和牛头马面将死者王大发从鸡叫岭带到判案大厅。王大发，一个农夫，生前过得普通贫苦，家里也没有什么金银财宝，更没有什么显赫的地位。然而他死后，生死簿上的功德圆满4个字让判官们感到疑惑。阎罗王和众判官心里都清楚，像王大发这样的人，生前并无恶行，但也未曾有过显赫的善行。那么是什么让他在地府的审判中被判定功德圆满呢？王大发很快就被带到了阎罗殿。他穿着破旧的衣服，站在大厅中央，身体微微颤抖，显然对于这场审判感到十分恐惧。拜见阎王大人，我做过的恶事全都认。王大发低声说道，眼中充满了悔意。阎罗王冷眼盯着他，声音威严：“不打自招吗？既然如此，那你就告诉我，生前做了什么恶事？”王大发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才小声说道：“我吃过鸡鸭鱼肉，骂过几句村民，也曾打过老黄狗。”阎罗王盯着他，眼神更加严肃：“
这些都算是恶行，但并不足以让你功德圆满。你是否做过更加严重的恶事，比如亵渎佛祖？王大发猛地摇了摇头，没有，阎王大人，我从来没有亵渎过佛祖，我只是个普通农民，做事凭良心，天知道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阎罗王皱起了眉头，这种情况很不寻常。他本以为王大发会有一些明显的恶行，但从他口中说出的罪行，似乎只是一些常见的日常瑕疵，根本不至于使得他功德圆满。那你是否有过不信因果的念头，哪怕只是一瞬间？阎罗王继续问道。没有，王大发回答得很坚定，我只是按照自己的良心去做事，问天无愧，问人无愧。阎罗王听罢，陷入了沉思。王大发的言辞真诚，似乎并没有什么罪状可言，这让他感到困惑。阎罗王决定暂时先让王大发休息，继续等待四大判官的调查结果。四大判官随后来到王大发的家乡，开始了详细的调查。他们来到了那个位于偏远地方的小农庄，这里环境清幽，村落里的人都生活得简单而朴实。王大发的家里住着20-30个亲戚，几乎都是王家的直系亲属。王大娘是当年捡到王大发的那个人，她依然记得那个雷电交加的夜晚，她听到河边传来婴儿的啼哭声，跑出去一看，发现一个木盆漂浮在水面上，里面有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王大娘心生怜悯，把他捡了回来，抚养成了一个懂事的孩子。他是个很懂事的孩子，从小帮忙干活，养父母临终前告诉了他自己的身世，可他并没有去寻找亲生父母，而是一直守着这个家。王大娘回忆起过去，语气中充满了温柔。伐厄斯的钟馗化作一名僧人，继续问道，他生前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行为？王大娘思索了一下，然后缓缓地说道，有一个习惯，他总是饭前端一碗饭放在门口，默念一句话，此饭献给过路鸡魂，若有怨念苦楚，愿化作一缕温热，入腹成善。钟馗听了，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你确定他每次都这么做？王大娘点点头，是的，每天如此，40年如一。阎罗王一时陷入了深深的沉思。王大发的故事虽然看似平凡，却在每个细节中透露出一股无声的力量。那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善念，简单却真挚，不求回报，也不炫耀任何形式的功德。他只是在自己的1亩3分地上，默默地奉献着自己微薄的力量。40年的坚持，竟然凝聚了如此厚重的功德。这一切的背后是怎样的一颗心呢？阎罗王凝视着面前厚厚的案卷，心中不禁涌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敬畏。他抬起头，眼神复杂地看向站在大殿中央的王大发。这个身穿破旧衣衫的农民根本没有想过自己在世间的点滴善行会引起如此广泛的反响。王大发的眼神中依旧是那份朴实无华的诚恳，仿佛一切都只是生活中的日常，毫不起眼，但却又无比真实。阎罗王走下宝座，站在王大发面前，轻声问道，你可知道自己那碗饭为何能使你功德圆满？王大发低着头，显得有些愣住了，似乎并不明白阎罗王为何这样问。我只是想着自己曾经饿怕了，后来日子稍微好些，便想着要是有谁像我小时候一样饿得没地方去，至少能吃口热饭，也算是一个安慰吧。他说这话时声音很轻，带着一种朴素的感情，那种情感是生活中的一种细腻体悟，是不带任何华丽修辞的善意。然而在阎罗王听来，却像是巨大的轰鸣，震动了整个地府。王大发的话一如他的生活一般简单，却也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撼，因为这种无私的、无所求的善意，正是地藏菩萨所提倡的普度众生的核心精神。阎罗王的眼中闪过一丝深深的感叹，声音低沉，却带着一股无可抗拒的敬意。佛门有云，善恶在心，不在行。你虽未曾礼佛，却已行了菩萨道；你虽未听经，
却以明善果此言一出，大殿中顿时静得如同死寂，连那些常年忙碌的鬼差也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阎罗王所说的这句话意味深长，王大发的功德圆满，并非来源于形式化的礼佛，也不是通过捐款、施舍等方式积累的善行，而是源自他那份朴素无华、发自内心的善念与付出。正是这种最为简单却最为真挚的行为，成就了他无与伦比的功德。就在这时，一阵金光忽然洒落在大殿之上，虚空中显现出一尊高大的地藏菩萨虚影。菩萨的目光慈悲，缓缓点头，似乎在默默认可王大发的行为。这一幕让所有的判官、鬼差、黑白无常，甚至牛头马面都不由自主地跪下，叩首称善哉。地藏菩萨的虚影在空中轻轻一动，散发出一股无形的慈悲气息，仿佛要将这份善意与慈爱传遍整个地府，传遍所有的生死轮回。王大发见此景，吓得连连后退，眼中满是惊愕与不安。我只是个农民，怎么配得上这种殊荣呢？他无法理解，自己那种不求回报的善意，居然会得到如此巨大的肯定。阎罗王看着王大发，缓缓地摇了摇头，语气温和却也深沉。正因为你不求福报，才得真福；正因为你不知其功德，才成大功德。你这40年的善念，感化了无数孤魂，解开了万千业障，积累的功德早已超越了仙凡之分。阎罗王顿了顿，目光一转，落在地藏菩萨的虚影上，低声说道：今奉地藏菩萨旨，赐你连位一座，入净土，不再轮回。王大发听到这话，顿时眼泪夺眶而出，声音哽咽：我真没做什么，只是心里想着，别人或许会像我小时候那样饿得没有地方去，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温暖，能帮到他们一丝一毫，也就够了。这一番话简单却充满了真诚。王大发的泪水是因为无所求的善念，是因为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功德圆满而感到无比的惶恐。他无法理解自己那看似微不足道的善行，竟然能够引起如此大的反响，获得如此重大的回报。然而正是这份无心的善意，成就了他的功德圆满，并让他得以进入净土，免受轮回之苦。地藏菩萨的虚影再次点头，似乎是在对他表示祝福，随后缓缓消散。阎罗王深深地看了王大发一眼，轻轻地说道：你所做的这一切，皆是因你那颗真诚善良的心。虽然你未曾信佛，但你已经践行了佛法。话音落下，阎罗王慢慢转身，面向众判官与鬼差，声音庄严，将王大发的卷宗归档，注明其事迹，并且今后凡是遇到功德圆满之魂，务必细查其一念一行，不能轻判，不能小觑。随即他转向王大发，眼神中有着一丝复杂与慈悲：你所行的正是我们地府所希望的。你从未刻意去做伟大的善事，但你心中的善念却能成就这一切。这份功德超越了所有的形式与表象，才是最真实的。王大发愣愣地站在原地，眼泪再也忍不住，轻轻地低下了头。他并未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也没有施舍大量的财富，只是将一碗饭放在门口，默念着那份深沉的善意。对于王大发而言，这一切都只是心中最自然的反应。阎罗王见状，语气柔和却又满含尊重：你所做的无论多么微小，都能超越生死轮回，感化世间万千孤魂。此人不凡在那一瞬间，所有人都意识到，修行不必依赖寺庙和佛经，不必依赖繁杂的礼仪和仪式，而是来源于生活中每一份真诚的善意。在日常的点滴行动中，在每一个微小的念头里，蕴藏着改变命运的力量。王大发的故事成了地府中的传奇，也成了所有生死轮回中最深刻的警示。善行无需伟大，心念才是最重要的。从此地府中再无轻视任何一颗善良的心。
如果你喜欢佛学内容，记得点击关注和订阅，不错过每一次深刻的分享和启发。让我们一起探索佛法的智慧。